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白，我今天又和大家来讲故事了啊。现在是晚上12点了啊，我可以开始讲鬼故事。为了你们这些订阅呢，我也是很拼了，一把年纪了，每天晚上12点啊，开始来和你们讲鬼故事。有那些阿飘都陪着我啊，讲起来很带劲。那我今天讲的呢，是很早以前呢，我一直想看，却一直没有完整的看完的一个恐怖电影。因为呢，它对我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导致了我从此以后啊，就不太敢看这个恐怖片，特别是日本的恐怖片。或者说是啊，看了很多恐怖片之后啊，都不觉得怎么可怕。这个呢，就是日本的《午夜凶铃》。相信啊，有不少年纪和我一样的人啊，当初都看过这个电影，对吧？或者是知道这个电影。那今天啊，我不来说电影的剧情，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呢，我来讲一下这个电影和真实世界的联系。那我在后面的视频当中啊，尽量不放电影画面，因为呢比较吓人，而且呢我都是在半夜录嘛，然后在半夜剪辑，第二天早上呢就发布的。所以呢，在剪辑的时候啊，因为对着电脑屏幕嘛，看着这些画面啊，我觉得我的老心脏啊是受不了的。那电影《午夜凶铃》的第一集呢，是在1998年上映。那想了一下，到现在为止也有25年了啊。那电影中最可怕的那个桥段，就是贞子啊从电视机里爬出来那个镜头，我到现在还无法从我的脑海中抹去。那么《午夜凶铃》这个电影当中的地点和事件，实际上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电影中的主要人物啊，在日本他都可以找到原型。《午夜凶铃》的故事发生的真实地点呢，是在日本千叶县的富里市市役所附近神庙旁边的一个民间庭院，它有个大院子。时间呢是在1945年到1946年间，那时候啊还是二战时期嘛。日本呢是刚被美国投下了原子弹不久。那这个地方虽然说很偏远，没有像东京这种大城市这么惨，但是呢也是受了不少影响。当时呢住在这里的是一个4口之家，那家里的男主呢是一位军官嘛，名字叫田中真一郎。那日本战败了，他也很有武士道精神，就在家里啊切腹自杀了。那留下了妻子啊田中真美和2个年幼的小孩，一个10岁的儿子啊田中英明和5岁的女儿田中真子。那在战后的这段时期里面呢，因为战败了嘛，那老百姓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苦。那家里没有了顶梁柱啊，田中真美呢就没有办法抚养这对年幼的儿女。那于是呢就将儿子啊送给别人了，那独自在家就抚养女儿田中真子。但即便是这样呢，田中家的生活呢还是过得非常苦。但毕竟是一个女人带小孩嘛，非常艰苦，挣钱呢也很少，就根本没有办法有足够的食物啊来养活自己和女儿。生活呢都是要靠邻居啊接济一点，然后呢这里借一点那里借一点，但是这也不是办法，也不是天天都有的，所以呢经常饿肚子。那好多人啊就劝田中夫人把她的女儿也送人，这样的女儿呢还能过得好一些，自己呢也可以轻松一点。但是呢田中夫人坚持自己服。她说自己啊已经没了丈夫了，也没了儿子了，坚决的不能再失去女儿，就像个精神支柱一样，就算要死啊也要和女儿死在一起。那么1946年的一天晚上，邻居啊就听见田中家传来女人的哭声，那半夜3更又有女人的哭，不要吓死了。于是呢就到他家去看了一下。当邻居走进庭院里的时候，看见啊田中夫人正趴在井边哭。那邻居呢看见田中夫人在趴在井边在哭的时候啊，就想把她扶起来。没想到在扶田中夫人起来的时候，邻居啊就下意识地往井里面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吓了一跳，因为田中夫人女儿的尸体啊就躺在井里。那也不知道他女儿是怎么到井里去，怎么会死在井里？那后来田中夫人也就割腕自杀了。那等于说呢，这个家就散掉了，这个房子呢也就没人住了。过了没多久呢，这个庭院和这个古井就经常性的出现了恐怖的灵异事件。那整个村子里边就人心惶惶的嘛，都觉得很可怕，就让村长呢就联系了日本的阴阳师啊，在庭院里面进行了法事。然后呢，这口古井的井口也被压上了一块很大的石头，把它压住。那么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电影《午夜凶铃》的剧组啊，他为了体现这个故事真实性啊，他把这个取景地啊就选择在这个庭院里，和我一样的。他们为了收视率，我为了点击率都拼了。那么你们看，《午夜凶铃》的真实事件和地点和人物都是有据可查的，但是实际上关于《午夜凶铃》背后的恐怖真相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电影出名了嘛，很多人就会去调查。那调查后发现，这部电影的故事原型实际上跟2位非常诡异奇特的日本女子啊有紧密的关系。那一个叫做玉岛千鹤子，另外一个叫做长尾玉子。实际上电影里边贞子啊她有特殊的能力嘛，而现实中的这2个女人啊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先说第一位玉岛千鹤子，她的出名呢是因为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是被证实了她是有鬼眼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开天眼的一个人。
那第二个出名啊，就是他的悲惨命运。玉岛千鹤子啊，他出生于1886年的7月17日，出生地呢是在日本熊本的一个叫玉传的医生家里。那玉岛千鹤子呢，年轻的时候啊就出嫁了，嫁给了当时日本陆军的一个宗佐，叫和地可谦。过了没多久呢，丈夫就去打仗了嘛，就奔赴战场了。那么千鹤子就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了，等于说3个人住在一起。那很快呢，家里人就发现她有不同寻常人的地方。那有一天呢，玉传千鹤子的公公就说了，他钱包里的钱不见了。那千鹤子听到就稍微看了一看，就对公公婆婆说，那你们掉的钱就在抽屉里边哪个地方放着。那么公公婆婆就很吃惊了，就去找了嘛。没想到一找真的被找到了。可正是因为如此呢，婆婆就对千鹤子产生了怀疑，认为呢是千鹤子偷钱。那自古以来婆媳关系，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在日本也好，总感觉它很难融合。于是呢，就把这个情况就通报给了在战场上的儿子，就感觉这千鹤子不老实。没想到呢，居然就因为这个事情，他把千鹤子给休掉了，等于离婚了嘛。那千鹤子离婚之后就没办法，只能回到娘家。那他父亲不是开个诊所嘛，于是就在他父亲开的诊所里边去帮忙。没想到这一帮忙呢，他父亲的诊所生意非常兴隆，因为他能够利用自己的鬼眼，能够准确地断定出病人你生这个病，你生这个病，能够对症下药。那么人们就口口相传嘛，一传十，十传百嘛，都知道的。那诊所就门庭若市的。那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改变千鹤子命运的一个人，他的姐夫叫做清源猛雄。那清源猛雄就教千鹤子当时在日本很流行的一个催眠术，就进一步激发起了千鹤子的鬼眼，让他呢能够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甚至呢是另外一个空间的世界。那人怕出名嘛，猪怕壮嘛。过了没多久呢，玉传千鹤子就引起日本科学界的一些关注了。那1910年的时候日本科学界就对千鹤子的鬼眼真实性进行了2次的现场实验，结果呢就令人非常震惊。这2次实验怎么做的？就是拿纸写完字放在密封的罐子里面，没想到千鹤子就透过密封的罐子嘛，2次都可以准确的看到里边纸条上写的文字。但是那时候是在维新的时代，政府一旦承认了鬼眼的存在，就等于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就是相信了有了神鬼论，因为这和当时的科学是相悖的。于是呢，科学界和媒体就对玉传千鹤子进行广泛的攻击了，就像我们现在的网暴一样。那么面对了这些攻击嘛，千鹤子就很快的离开了东京，他回到了家乡。但是舆论的暴力是非常可怕的。1911年的1月18日，备受屈辱的千鹤子他就服毒了，就自杀了。死的时候呢，年仅24岁。那么我们再说第2位诡异的女子，她叫长尾玉子。她的能力呢是可以将灵体就是我们看不见的这种阿飘的影像把它投影在录像带上，变成一个影像给你们看到。这是你们记得《午夜凶铃》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吗？就是那盘被诅咒的录像带。而在影片中用录像带来做邪物的这一设定和录像带上的内容，就是来源于长尾玉子。那么我们知道，除了少数就开天眼的人一般性人眼睛是看不见这种灵体，看不见阿飘的，最多呢就是能感受到一些磁场上的能量，给我们感受到一些不舒服，感觉浑身不带劲。而长尾玉子的能力就是能够将自己所感应到这些阿飘的影像这些灵体投影在这个电影胶片上，就让我们能够直接的看见，直接的目睹它。那实际上也是很可怕的。那长尾玉子在1871年出生于日本的四国，是和玉岛千鹤子是同时代的女性。那我们刚才说到日本的科学界不是对玉传千鹤子进行实验了吗？那么与此同时，在1910年的时候，同样对这个39岁的长尾玉子也进行了实验。那据说长尾玉子多次就展现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这些能力，但是呢，因为时代的关系，他遭遇了和玉传千鹤子同样的遭遇。在1911年的1月8日一次实验之后呢，长尾玉子开始遭受到了广泛的这种舆论的攻击。那1911年的2月就过了1个月，那饱受这种舆论的压力和本身因为有心脏病嘛，长尾玉子他也服毒自杀了。那这里特别要提到，在对玉传千鹤子和长尾玉子进行实验的这个人是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博士，他叫福来有吉。他呢曾经创办了一个福来心理学研究所。那这个人就是《午夜凶铃》电影中一雄博士的原型。而更加让人奇怪的就是现实中的福来有吉，他也有一个女儿，同样名字叫做贞子。那么他们是对长尾玉子怎么进行实验的？那1910年左右福来有吉就一批科学家嘛，就把长尾玉子带到了日本多处传闻有灵异事件的一个地方，
让长尾玉子进行感应，并呢将所感应到的影像投影在那个电影胶片上。而其中的一段测试，据说就是选择了日本某处传闻有灵异事件的那个古井。那你们也知道我说的是哪里。那在长尾玉子发挥出他的能力之后那12名日本科学家在观摩这个胶片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段影像。因为呢，这段影像就完全超出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范围，不可想象。但是呢，后来因为长尾玉子遭受到广泛的这种舆论的这种攻击嘛，所以说呢，这段胶片虽然说当时被东京大学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却进行了严格的分存，变成了一个保密的东西了。好，我们再说回电影。那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了嘛，日本作家呢铃木光司就听到了这个事情，并以这个事件为原型，在1991年的时候创作并出版了小说《午夜凶铃》。然而电影的《午夜凶铃》的导演中田秀夫他为了营造出这种最佳的恐怖效果在1998年的时候，他就通过了某些特殊的渠道，从东京大学的档案室里拷贝了那盘诡异的录像带，再加上后期的剪辑再加上伊野尾里之的这种诡异的表演，才有了在这部电影中我们看到的那段几分钟长的那个恐怖的录像。那我们为什么对这种东西会特别的恐惧在《午夜凶铃》中，传播贞子怨恨的媒介是录像带。我记得我们当时看的时候也是录像带，还没有什么流媒体这些 DVD 蓝光碟都没有的。那这个录像带就在人们之间就不断的传播，而看这个录像带的人最终会接连死去。除此之外，他还通过电话铃声通知受害者，最终呢从电视机里爬出来。当时我记得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家的电视机我是用布把它盖起来，我很害怕看见这个电视机关着的时候黑漆漆的样子，就感觉里边有人要出来，甚至我走过去的时候里边有个影子我都觉得很害怕。这个和日本经典的怨灵的形象是一样的。贞子呢也是因为寒热而死才选择在阳间作恶杀人同样是怀着怨恨去杀害普通人。他在复仇的方式上明显是和传统的鬼怪是有所区别的。他在借用现代科技的产物来复仇导演就将他打造成一个随时会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一个都市幽灵，就是完美的进行了一次怨灵的形象的一个重构。在电影的高潮中贞子从电视机里爬出来，对吧？杀死了女主的前夫。这个经典的镜头就成为这个电影被反复讨论的一个片段在这个镜头当中，导演就在告诉观众，贞子的强大的怨念足以破坏一切人们信赖的现代产品，在这个程度上就摧毁了观众内心的这种防御机制，心理的防御机制。我们总感觉到阿飘是在下面，我们是在上面，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交流。但是呢，导演就通过这种电视机的手法，就把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东西都变成了阿飘来找我们的一个媒介，就使得贞子这个怨灵的形象就更具有现代性的这种恐怖感。那在原著的小说中，贞子的身上携带的是天花病毒那他死了之后，病毒被存在了录像带里。那看录像带的人会感染上病毒，然后就死掉。不过电影中将这一个情节做了小小改变，就是将原著中的病毒改成了贞子的怨念。但是它依旧指的就是某种具有传染性的可怕的事。我有时候会想，贞子为什么能够将生前的记忆刻了在录像带当中，又为什么能够直接从电视机里爬出来？这些彻底模糊的影像和现实区别的情节都暗示着媒介对人们感官认知的这种重塑。因为媒介就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培养成一个无法辨别真伪的一个接受者，你只有被动接受。而在同时贞子的复仇对象也没有具体指向性的，不是说我害了你，你就来报仇到我身上，而且他没有指向性。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成为一个被害者，都会成为他的复仇对象。他的复仇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充满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那这种无指向性也是对现代媒介的一种隐喻，就是在无序混乱的讯息洪流中我们真的能够接受这种铺天盖地的这种影像讯息吗？我们真的能够辨出它的真伪吗？那这种被动的接受的入侵和一个层面上就反映了我们现代人的困境，我们处在一个极端被动接受者的地位。媒介迫使我们不断的调整我们自己的认知，到最后就成为媒介的奴隶，也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不断的在被洗脑。好了，这就是这一期的老白的道听途说，我是老白。作为一个新的频道我非常感谢大家的订阅。我将会在每个星期做一期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一下，按下小铃铛，点击订阅或者是转发。好，谢谢大家。